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为什么能火这么久？最近我对一博又由日常陪伴的平淡期到了上头期了，灵感爆发，有好多想说的。先说说一博为啥能火这么久，真的首先要感谢天时，从前往后看都是努力，但从后往前看，真的最重要的是运气。在娱乐圈除了个别恨铁不成钢的，没有谁不努力吧，一大把演技好又拼命的演员，但是能被看见的太少了。一博能接到《陈情令》火起来，真的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命运青睐，爆火看命，能有这个命的太少了。一博火起来之后，最近几年再没爆出新顶流，除了《山河令》外，当改101都直接封杀了，出爆款的仙侠剧也没爆出来，最火的王鹤棣也只是小火的程度，这真的很幸运，让一博在各种尝试和转型的时候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。说来一博是我唯一粉的明星，并且我不混粉圈，3次元生活非常忙，但是在他进组拍戏不露面的时候，真的就很难挨，就基本是一种习惯性陪伴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在他未站稳之前出来新的顶流，他会出现首尾难顾的局面，前方江山未定，后方流量不稳，很难像现在这样稳扎稳打。说完最重要的运，再说他本人的能力。他个人魅力最大的是舞台，在爆火后，街舞3、街舞4为他扎扎实实的固了粉。虽然我们都认为一博是神颜，后来几部剧有匪、风起洛阳等至少在及格线上，但是睁眼看看外面，吐槽他的数不胜数，并且认为他演技不够、颜值不够的不在少数。排除掉别家粉丝抹黑，其实市场真实评价他的颜和剧就是不过如此。但是市场上没哪一家敢嘲笑他舞台不行，实在的都认可他舞台魅力爆表，基本市场都认可他街舞是 top。 这个标签贴得死的，王一博跳舞就很王一博，独树一帜，大家都认，这就让他有了立身之本。并且展开说一下，为什么我说街舞，只说街舞3、街舞4，因为一个节目要好看，真的要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街舞3有张艺兴、王嘉尔在，三方逐鹿，街舞4张艺兴和他双强争霸，真的你获奖的含金量有多高，完全取决于你对手有多强，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，完全没有趣味性，也少了刺激。摘掉粉丝滤镜，街舞真正出圈的就街舞3和街舞4，其中街舞3比街舞4更出圈一点，市场选择说明了一切。在舞蹈转型和创新方面，他走的也比影视方面顺利得多。我又要提他的舞台散落的华服，像阳光那样，真的非常有感染力。尤其是像阳光那样，那可是现代舞，跨越太大了，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。嘴他不如理想的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当作夸奖来听。然后要说他的电影了，这个是我最捏一把汗的地方。他在电视剧里的演技真实评价就是不过如此，居然一下子要上电影，真的上得去就是原地飞升，上不去就是原地社死，不成功变成人。当年鹿晗那么大的流量都扛不住电影扑街，他还一下上3部电影，粉丝的心情非常适合那句歌词，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1分钟心能落到实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他电影不成功，
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去闭关拍电影，牺牲了那么多曝光度和可能的电视剧机会，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粉丝粘性，这些东西如果电影不成功，基本就全打水漂了。并且如果不成功，电影市场不会再给他机会，他又得在电视剧里重头再来，并且资源会掉一大截。结果是好的，3部电影基本票房都在8亿加。不要看那些吐槽他演技不行的，那是说他和梁朝伟比演技不行，和黄渤比演技不行，你细品一下他的演技对比对象。电影票房高于一切，他的这个票房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没看现在大家都开始叫他资源咖了吗？说他资源只比4字差。这句话的正确听法是，他的电影实际在新生代里只比4字差，其他那些为资源铺了的，就差无此人。这个是对手对他成绩的最大肯定啊。那详细谈一下他电影的演技。我只说热烈，看完热烈，对陈硕这个人，第一感觉是什么？是真实。真实就是对一个人演技最好的评价了，不要跟我说情绪复杂度、人物弧光、人物难度，这些都是为人本身服务的，不要炫技，不要本末倒置。电影是什么？是讲一个故事，当你看这个故事，相信这个人真实存在，毫无违和感，这就是最好的演技。至于你能否为他哭，为他笑，为他感动，那就要看这个故事本身的感染力了。但是也要说另一点，那就是一博本身的幸运。热烈这部电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先选了他，再写的剧本，很多人物设定都是根据一博本身来设定的，所以这让他真实的难度大大降低了。之前秦昊在节目上说过呀，他等了这么多年才等来一个适合他的角色，太难了。他接着说，导演可以为资本写剧本，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写剧本，可以为了政治任务写剧本，但让导演为一个演员写剧本，太难太难了，这是多大的荣幸。秦昊说，他只能不断的等，不断的试，终其一生，可能才有那么2、3个可能机会，幸运的接到适合他的剧本，更遑论有资格去选角色这些。秦昊这才是绝大部分演员的真实生态。一博为啥这么幸运？他的流量真的占了很大一部分，还有他本身街舞的能力给了他这个机会。恰逢杭州亚运会需要主题电影，他的正能量让官方给了他这个机会。天时地利人和，一作一引，莫非前缘。一博持续那么火，命中有大运，业务能过关，和粉丝双向奔赴。他现在基本上是另一种飞升了，火得越来越实，感觉我们还能陪伴他很久很久。结尾小彩蛋，最近看他的正当然宣传片那送福和我恋恋不忘的忘机，我又有动力专门给他写一个反传统修仙的仙君角色了，全文无女主，都是他救赎天下苍生的故事。2条感情线，一条是小傲娇少年，年下单恋，另一条是集为担心徒弟为祸人间，悉心教导徒弟，结果徒弟虽然矫正了，但是爱恋他不得的故事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